我觉得我很理性的说了，华为这次不止在硬体上面没有超越苹果，我觉得它在软体上面也没有超越苹果。那我不是说永远不可能，但是我们现阶段如果很理性去看它里面的这个，不管是处理器啊，或是生态链啊，有些东西实际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加上其实手机本身从来也不是以这个折的次数多寡来定义它先不先进，或是好不好用，因为这个单纯就只是硬体上面的结构。那重点是这个硬体结构它所带来的东西，你能在上面做什么事情，生产力上面可以增加多少，或它实际的效能有什么增加。那如果你一个萤幕折了100折，可以让它 CPU 的效能多100倍，那这个时候可以再来讲。那再就处理器它还是卡在7奈米，而且还是在良率超低、成本超高的情况下去挤出来的7奈米。那对比像 iPhone 16，它其实已经用上第2世代的3奈米处理器。那7奈米的概念就很像当年的 iPhone 11也是7奈米，所以算到现在几年前，我觉得这个差距其实还是蛮远的。嘿，大家好，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人在这个长辈群组啊，或者有一些特定专注某一族群新闻的人，应该都有听到什么华为的 Mate X-T 啊，超越 iPhone 16啊，苹果已经江郎才尽，没人预购啊，华为卖的多好多好啊，什么中国技术弯道超车，真的是铺天盖地的在宣传。那我昨晚就收到我爸传来的这个新闻，我们就来看这次华为到底它的 Mate X-T 是否有弯道超车，是否真的把苹果甩在后面。好，那这次焦点最多的就是在这个3折机啊，那外面有说现在吵架吵到多高，但我们就以它本来的定价哦，它本来一个最入门款的定价大约是8万多台币左右。那折叠机其实我们介绍过非常多年，不管是三星的或是 Google 的，那到目前为止都是这个双折啦，它有一个外萤幕像一般手机的比例尺寸，然后打开之后呢，它有一个小平板在里面。那华为这次的3折机它实际多了1折哦，那就是说它在3折折起来之后，它本来3折外侧的那个萤幕就变成一般的外萤幕使用，那所以它比例上会更接近一般的手机。好，在你整个把它拉开打开之后呢，它有一个更大的平板在里面。那所以以它的功能性来说呢，其实和市面上的折叠机它的道理是差不多一样。平常有一个小萤幕，然后你在打开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类平板的大萤幕。那华为而言，这一次呢，因为3折的关系，它把3个萤幕都结合在一起，变成一片萤幕的时候，拉开的时候，它的平板比现在市面上的折叠手机还要再更大。但用过折叠机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结构性从来不是它最大的重点，或是最大的痛点，同时也不是最困难的地方。像三星啊、LG 有展示过这类的技术哦，他们也有3折机，他们甚至也有卷轴机。毕竟这个 OLED 的萤幕就是他们的专长嘛，所以相关的概念技术，其实三星、LG 都已经展现过非常多次。那所以对我们有在关注科技的人，这个并不是什么新闻。我刚刚也说啊，这个硬体的结构，我个人觉得不是重点。那他们能继续做好的就是提升耐用度啊，做得更轻薄啊，它的折痕更不明显。这些部分本来就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啊，市场越来越多人使用，成本投入慢慢去精进。但是现今的技术下，或者这种折叠机的这种应用，它其实一直存在一个矛盾点。那你要么做的比一般的手机厚很多，去维持它更好的电池容量，因为你要记得哦，这个电池容量是要去同时支撑一片大萤幕、一片小萤幕，或者是一整大片的大萤幕。那你要么做的很薄，去牺牲它的电池规格，那这样续航力就会比一般手机还要再更差，而且差很多。那所以变成说你走哪个方向其实都蛮矛盾。太厚太重去加强它的电池容量，那这样谁要带？那太薄的话，如果续航力不好，那有点失去多这一块大萤幕的意义。所以呢，这次的 Mate X-T 就是碰到这样的问题嘛，它想取个中间，只要尽量要做薄，但是它又要塞下5600毫安时的这个电池，所以变成它的厚度还是很厚，但同时呢，它的续航也不太够。那这个2大矛盾点也都还没解决。那怎么精进续航力和效能？就处理器是在上面的进步。但是以现阶段为止嘛，就是中国他们就是被封锁，不能使用新世代的光刻机，他们要么继续沿用旧的版本试着去硬盯出来这个7奈米处理器，要么他们自己开发出自己的光刻机。那这部分我不是说未来不可能，但是以现阶段他们就是还没有做到。但我们就现阶段的现时点而言这个 Mate X 它里面使用的处理器也就还是7奈米的。苹果最后一代的 iPhone 使用7奈米的处理器是 iPhone 11，当然不是说华为现在处理器等于当时 iPhone 11的这个效能，因为每一家的设计都不太一样。但我们就以世代差距来做对比的话，其实差距就是这么大。那我们以上都还只是讲硬体的部分。那用过折叠机的人可能会知道，它最大的痛点，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软体的整合，因为你可以折3折、折5折，重点还在里面的这个作业系统跟生态链怎么整合应用才是最合理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另一门学问，这就是三星近年来折叠机一直在加强的地方。那我们这边讲就是这个 Fold 的版本。那从它一开始第一代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一个 wow 的科技，但那个已经是5、6年前了。到后来它每一代世代的进步，你可以看到他们强调的地方是这些软硬怎么整合，就是他们会跟微软、跟 Google、跟很多这种生产力 App 相关开发者，他们一起去合作，看怎么把这个界面更加的优化。那我这边指的不单单只是把这样的界面去平板化而已是说你这样的界面，你这样的这个 App， 在同时一个双击的装置，它在关起来跟打开的时候，
两者界面要怎么去交合，怎么去结合是比较合理，让大家使用者在学习起来的时候更少的学习局限。那其实到现在他们都还在逐年改进这一点，去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因为真的非常难做。那现在 Google 也自己进来做折叠机，个人觉得目的性也是要整合 Android 系统下面这种双装置整合在一个装置的这种规范。那成不成功不知道，那毕竟 Android 一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系统，同时这个是优点，但也是缺点。那优点他们有更大的市场，更多的人，然后更多不同的厂商可以去尝试去试错。缺点的话就是要整合起来的时候会稍微困难，但毕竟他们有这个市场，有这个资源。那我们看回来华为，他们现在要用自家的 OS 的生态系，然后甚至自家的 App Store。那如果你今天要做的就是单纯只是中国的市场，当然完全没错啦，它内需市场是绝对可以支撑出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人口很多嘛，市场大，但这和中国以外的市场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那你有 Apple 啊、Android 这两大生态系，不只可以吃到中国的市场，也还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市场。整体开发者的资源还有投入的这个资本，自然就不会是同一个等级。那华为现在当然是可以尽全国之力一直撒钱，那处理器良率低没关系，还是撒一堆钱不计成本把它生出来。但这样持续消耗的情况下，那同时你自己的生态系吃到的市场又没有别人广，那要这样请全国之力一直支撑下去，或许也不是不可以。但对我们在外面另外一个世界消费者而言呢，我们会不会想要去选择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那其实里面有太多可以讲。那我们老实说，华为在这种劣势下面可以不断的去进化，那我们也必须要去理解、去看清这个市场的走向。但同时间，我们要自己可以分辨清楚里面的实际的实力到底是几分。那这一点呢，相信华为自己比谁都清楚。那我们自己消费者其实就不要太容易被宣传去所影响，这样我们才能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真正去了解说，现在别人进步到哪里？那它跟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个两大生态系差距的距离有多远 ？OK， 那今天大概就是很快分享这些，因为很多观众在下面一直留言，真的很想知道说我到底对这个 Mate XT 是什么看法。那就是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就记得保持理性呢，我们都可以一起讨论。那我相信大家都能学到不同的东西。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上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